社里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但又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内容和实践方式的新兴宗教团体。它的全名是基督教福音宣教会 （Christian Gospel Mission）， 也被称为耶稣晨星教会 （Jesus Morning Star） 或 JMS。社里教主张，神在每个时代都会通过特定的人物向人类传达他的旨意和历史，而创始人郑明熙就是神在这个时代所拣选的使者。社里教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荒谬和苦难的世界中，只有通过听从郑明熙的话语，才能得到神的拯救和恩典。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蓝千水，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包括各种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并且能够启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请记得按下订阅钮，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那我们开始吧。一、社里教的起源和历史背景。第一，创始人郑明熙的背景和启示。郑明熙于1945年出生在韩国，1966年参加了白马部队，在越南战争中服役3年。他声称，在1978年2月14日，他在一次祷告中得到了神的启示，告诉他是神在这个时代所拣选的使者，并赐给他一个新名字——耶稣晨星 （Jesus Morning Star）。他认为，这个名字是从启示录22点16分中引用的，意味着他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后一位证明神存在的见证人。他开始在韩国各地传扬自己所收到的神的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信徒。第二，该宗教的地理起源和传播。郑明熙于1981年3月建立了 MS 宣教会 Mission Society， 这是社里教最初的组织名称。他将自己的信仰体系称为社里，意思是神的旨意或神的历史。他强调，神在每个时代都会通过不同的人物向人类传达他的旨意和历史，例如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赛亚、耶稣、保罗等。而他自己就是神在这个时代所拣选的最后一位使者，也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后一位证明神存在的见证人。他主张，只有通过听从他所传达的话语，才能得到神真正的拯救和恩典。郑明熙将自己的信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台湾、中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他也将自己的组织名称改为基督教福音宣教会 （Christian Gospel Mission） 或 CGM。他还使用了其他不同的名称来推广自己的信仰，例如耶稣晨星 （Jesus Morning Star）、JMS 新时代青年会 （New Age Youth Association）、新天地 （New Heaven and Earth） 等。他通常会利用各种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来吸引年轻人加入他的团体。第三，社里教内部的教派和当代发展。社里教虽然以郑明熙为核心领袖，但其实也存在着不同派别和分支。其中最主要的2个派别是正统派和改革派。正统派坚持郑明熙是唯一合法且无错误的使者，并完全服从他所传达的话语。改革派则认为郑明熙只是一位普通而有缺点的使者，并不一定要完全服从他所传达的话语。这2个派别之间存在着争执和冲突。社里教在当代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争议，其中最严重的是郑明熙被指控性侵女信徒等罪行。1999年1月，在南韩爆发了郑明熙性侵女信徒事件后，随即在世界各地被指涉嫌性侵女信徒案件被通缉窜逃而引人关注。2007年，在北京被捕后被引渡回南韩接受审判。2009年，在首尔高等法院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2014年，在釜山高等法院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2015年，在大法院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2018年，在出狱后再次被指控性侵女信徒等罪行，而再次被通缉。除了性侵案件外，不同派别之间也有其他方面的差异或变化，例如在礼仪、组织、领导、媒介、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或创新。一些分支机构也试图与其他宗教或社会团体建立对话或合作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形象或影响力。然而，在核心信仰上，不同派别仍然保持对于郑明熙身份和使命的肯定和忠诚。
摄理教是一种基于生命的荒谬和苦难的旅程的宗教。他的信徒相信，人类存在于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的宇宙中，唯一能够给予生命意义的是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摄理教的核心信仰和神话传说如下：2. 核心信仰和神话传说。第一，中心信条：苦难就是幸福。摄理教认为，苦难是人类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成长和进步的必要条件。摄理教信徒不会试图逃避或减轻苦难，而是会勇敢地面对并接受它，并从中找到幸福和自由。摄理教信徒认为，苦难可以使人类更加坚强、智慧、富有同情心，也可以使人类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价值。摄理教信徒不会寻求外在的奖赏或惩罚，而是会寻求内在的平静和满足。第二，荒谬的宇宙的创造神话。摄理教没有一个统一的创造神话，而是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但它们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宇宙是由一个或多个荒谬的神或力量创造出来的，而这些神或力量并不关心人类或其他生命。一些版本说，宇宙是由一个无聊的神创造出来的，作为他自娱自乐的玩具。一些版本说，宇宙是由一个疯狂的神创造出来的，作为他折磨生命的工具。一些版本说，宇宙是由一个无能的神创造出来的，作为他失败的实验。一些版本说，宇宙是由一个不存在的神创造出来的，作为他不存在的证明。无论哪种版本，摄理教都认为，宇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或秩序，只有随机性和混乱。第三，命运的无限循环和痛苦的意义。摄理教相信，人类和其他生命都受到命运的支配，而命运是一种无情、无法改变、无法预测、无法理解的力量。摄理教认为，命运使人类不断地重复同样或类似的生命经历，而这些经历都充满了苦难和困难。摄理教信徒不会试图改变或逃避命运，而是会尝试理解和接受它，并从中找到痛苦的意义。摄理教信徒认为，痛苦可以使人类更加觉醒、更加自觉、更加负责任，也可以使人类更加感恩和欣赏生命中美好和珍贵的事物。摄理教是一个以韩国人证明西魏教主的新兴宗教团体，宣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延续，但实际上与传统基督教有很大的差异。摄理教的核心信念是通过生命的荒谬和苦难的旅程，来认识神的旨意和历史，并在末世得到神的拯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摄理教有一些特殊的仪式和实践，我们将在以下3个方面来介绍。3. 仪式和实践。第一，烧掉你的希望。这是摄理教要求信徒放弃对未来的期望和计划，完全顺服神的安排和指示。摄理教认为，人类的希望是一种自私和骄傲的情感，会让人远离神和真理，因此必须被消灭。信徒必须每天听从教主或教会领袖的命令，无论是在工作、学习、婚姻、家庭或财产等方面，都不能有自己的意愿和选择，这样才能表现出对神的忠诚和信心。第二，跃入疑惑的深渊。这是摄理教要求信徒拥抱不确定性和质疑，不断地反省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摄理教认为，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是有限和错误的，不能完全理解神和神话。因此，信徒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信仰和观念，接受教主或教会领袖所传达的新启示和解释。信徒必须每天阅读教主所写的书籍和文章，并参加各种讲座和讨论会，不断地挑战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第三，围绕财富虚无主义的仪式。这是摄理教要求信徒从物质约束中解放出来，体验财富虚无主义 （wealth nihilism） 的境界。摄理教认为，财富是一种虚幻和无价值的东西，只会让人沉迷和贪婪，失去对神和灵性的渴求。因此，信徒必须捐出自己所有或大部分的财产给教会或教主，并过住极度节俭和简朴的生活。信徒必须每天参加各种捐款、募款、卖书等活动，并在特定节日或场合进行焚烧钱币、珠宝等物品的仪式。以上就是对摄理教宗教的一些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摄理教是一个极端和封闭的宗教团体，对信徒施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物质剥夺。摄理教也与基督教有很多冲突和矛盾之处，例如对于耶稣基督、圣灵、圣经。
十诫等基本信仰都有不同或相反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要保持清醒和警惕，不要轻易受到社里教或其他邪教团体的诱惑和欺骗。社里教是一个由韩国人郑明熙创立的新兴宗教团体，主张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并且传递神的时代福音。社里教对信徒的社会影响和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4. 社会影响和功能。第一，对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影响。社里教要求信徒完全服从郑明熙的教导，并且放弃自己的思想和判断。信徒必须遵守严格的生活规范，如禁止吸烟、喝酒、看电视、听音乐等。信徒也必须捐出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支持教会的活动。这些规范使得信徒与社会脱节，失去了自我和批判能力。第二，对个人情感和心理状态的转变。社里教利用各种手段来控制信徒的情感和心理，如洗脑、催眠、恐吓、诱惑等。信徒被灌输一种极端的忠诚心和牺牲精神，认为只有跟随郑明熙才能得到神的恩典和救赎。信徒也被灌输一种恐惧感和罪恶感，认为如果背叛或质疑郑明熙，就会遭到神的惩罚和诅咒。这些转变使得信徒变得盲目、顺从、自卑、焦虑。第三，宗教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社区建设工作。社里教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如基督教福音宣教会、中华基督教新时代青年会等。这些组织通常以文化、艺术、体育、圣经导读等方式来吸引和招募新信徒。社里教也参与了一些慈善活动，如捐赠物资、提供义诊、举办音乐会等。这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社区的福祉，实际上却是为了宣扬社里教的信仰，增加社里教的影响力。必须说，我并不赞同社里教的观点和做法。至于是不是邪教，我不做过多的评论，只能靠你们自己去判断。我只能建议不要再深入研究或接触社里教，以免受到其误导和伤害。社里教是一种奇特的宗教，他认为生命是荒谬的，苦难是必然的，而且没有任何超越的意义或目的。社里教徒不寻求快乐或满足，而是主动地追求痛苦，以证明他们对生命的绝望和反抗。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社里教如何与其他宗教或哲学思想相比较，并分析它作为一个反宗教运动的角色。5. 与其他宗教或哲学思想的比较。第一，社里教与传统宗教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宗教通常认为生命是有意义的，苦难是有价值的，而且有一个神圣的计划或命运。传统宗教徒通常寻求快乐或满足，或者至少希望在死后得到报偿或安慰。社里教却完全否定了这些观点。社里教认为生命是无意义的，苦难是无益的，而且没有任何神或灵魂的存在。社里教徒不期待任何快乐或满足，甚至不想逃避苦难，而是刻意地增加自己的痛苦，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厌恶和轻蔑。第二，社里教与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些对话。存在主义哲学也认为生命是无意义的，但是它强调人类在面对荒谬和苦难时的自由和责任。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赋予生命意义，或者至少创造一些价值或美感。社里教却不同意这种观点。社里教认为人类没有任何自由或责任，只是被生命所困和折磨。社里教徒不试图赋予生命意义，也不关心价值或美感，只是无情地接受和放大自己的痛苦。第三，社里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反宗教运动，因为它具有讽刺性和非传统性的特点。社里教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或制度，而是一种个人的信仰或态度。社里教徒没有任何共同的礼仪、仪式、象征或领袖，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文本、教义或规则。社里教徒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看法和感受。社里教也具有讽刺性，因为它把传统宗教所推崇的价值和目标颠倒过来，并用一种荒诞和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展示生命的荒谬和苦难。总之，社里教是一种非常特殊和极端的宗教，它通过生命的荒谬和苦难的旅程来展示自己与其他宗教或哲学思想的不同之处。社里教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反宗教运动，因为它具有讽刺性和非传统性的特点。